长春市一举打掉了以警察梁旭东为首的黑社会集团事件，立刻成为东北的重大新闻，轰动了全国。这个自称我上边有人2个月就能出去的罪魁，最后未能如愿。但是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梁旭东就是社会上的一个残渣，却怎么能够混入共和国的公安队伍呢？备受各界关注的梁旭东、张红岩黑社会团伙犯罪案件，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近2年半的侦查审理，经过人民法院连续1个月的庭审调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人梁旭东又名梁孝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张泽浩曾用名张红岩死刑；判处被告人杜荣军曾用名杜德伟死刑。这个集杀人、抢劫、敲诈勒索、绑架、聚众斗殴、涉赌抽红、组织卖淫嫖娼等多种犯罪于一身的特大犯罪团伙，几年中相互勾结在一起，先后作案100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70余起，杀死4人，杀伤33人，抢劫、敲诈、诈骗钱财数额巨大。其犯罪气焰之嚣张，手段之残忍，危害之严重，在吉林乃至全国都非常罕见。黑社会作为一种影响大、危害严重的犯罪组织，历来为人类文明社会所深恶痛绝。早在1985年，联合国大会就已经宣称，黑社会犯罪是世界3大犯罪灾难之一，全球性的瘟疫。中国黑社会形成于190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即灭绝。近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黑社会势力又开始滋生和渗透。长春作为重要的开放城市，也出现了带有明显黑社会性质和特征的犯罪组织。他们以犯罪为职业，用残暴的手段疯狂掠取他人和团体的利益，残害群众，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颗毒瘤。1998年1月，在长春市人代会期间，有人民代表反映，朝阳区公安分局民警梁旭东参与组织黑社会犯罪。刚在去年年底主持长春市公安局工作的田中林万万没有想到的，竟有民警参与黑社会犯罪。作为一局之长，他既要对组织负责，也要对民警负责。反映的是线索，是否确切还需要有足够的证据。田中林把这个反应作为上任伊始千头万绪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上。1月29日，农历正月初2，整个城市都被浓重的节日气氛所笼罩着。虽然刚刚下午5点多钟，街上已经是华灯齐放，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就在这个时候，位于红旗街附近的中湾夜总会门前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中年男子被2个蒙面人一阵乱枪给打死。接到报案，侦查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场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刑警们都吃了一惊。死者胸部、头部连中8枪，枪枪可以致命，简直像是境外黑社会职业杀手所为。侦破工作连夜展开，田中林等领导同志在建设广场派出所坐镇指挥，线索很快就上来了。死者叫做于永庆，是长春市比较有名的流氓赌棍，他的被杀很可能是流氓之间利益相争引发的。面对这样一起严重暴力案件，田中林同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社会治安不好，关键是团伙犯罪没有打掉，以至于犯罪分子才敢这样嚣张地制造血案。从这个意义上说，129案件绝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必须下决心
马上在全市范围内狠狠打击涉枪犯罪和团伙犯罪，手脚散失在社会上的黑枪，坚决把这一锋芒性的犯罪打下去。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专项斗争展开了，一批批非法枪支被收缴上来，一个个暴力犯罪团伙被摧毁，一大批犯罪分子先后落网，战果辉煌。然而129涉枪杀人案件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可是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与梁旭东的团伙有关联。此时作为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田中林同志十分焦虑。公安队伍和社会治安是互为表里的，队伍是根本，队伍好治安才好，可怕的是队伍出问题。警察如果与社会上的坏人牵扯到了一起，助纣为虐，社会治安必然出大问题。因此要把犯罪团伙打彻底，公安队伍必须纯净。想到这里，田中林推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马世用的办公室的门。田中林推开了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马世用办公室的门。田局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老马，我考虑梁旭东的问题得列入日程了，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呢？马副局长回答道：是该列入日程了，能不能先小范围的秘密侦查，然后获取证据，这样更稳妥一些。田局长问：那好，你看由谁来担此重任呢？马副局长略一思忖，果断地提出了人选。张真春怎么样？田局长赞同地说：好，就是他，让他马上过来。两位领导提到的张真春是刑警支队2大队的大队长，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年轻而干练，是远近闻名的神探。这一天是1998年2月24日。接受任务以后，张真春从2大队选拔出了6名业务能力强、政治可靠的同志，组成了专案组，开始秘密调查。梁旭东是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一名侦查员，因为工作上的联系，他同市局刑警支队的很多同志都认识。张真春明确要求专案组组员，此案必须绝对保密，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所谈论本案以及有关情况。2月27日，工作仅仅开展了3天，便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个名叫 W 的无业人员曾被梁旭东领的一伙人给打伤致残，至今还躲在外地养伤。侦查员们几经周折，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找到了他。通过反复做工作， W 讲出了被打的经过。1998年1月2日，他在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的时候，同梁旭东发生了争执，被梁旭东所领的一伙人开枪打折了双腿。紧接着专案组又掌握了另外一个重要线索。1994年7月1日，梁旭东曾经率领一伙人持钢珠枪、口径枪到长春市滨河小区一个建筑工地，将施工队负责人李明轩及工人等12人打伤。3月1日14时，调查组负责同志就调查获取的情况向田中林、马世用做了汇报。这些年虽然说也是年年打团伙，但老百姓不认可、不满意，认为不把黑社会打下去，抓多少都是捏软的。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掌握的证据不足以断定梁旭东参与黑社会犯罪活动。但毫无疑问，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现在动手似乎还欠缺火候。可是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如果梁旭东有所警觉，万一逃跑或者是铤而走险，后果将更加严重。领导重在决策，而决策就要担风险。田中林和几位同志商量以后，决定置一切风险于身后，立即密捕梁旭东。1998年3月1号的17时50分，一辆4500型丰田吉普车在朝阳区公安分局门前停了下来。
一个身穿黑色高档皮西装的男青年跳下了车，他匆匆走进了分局办公楼。此人就是梁旭东。他接到队里通知，赶回局里汇报129涉枪杀人案工作进展情况。他兴冲冲地走进会议室，坐下以后掏出了工作手册。突然，会议室门被拉开了，几名中年男子冲了进来，直奔梁旭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下了梁旭东所佩戴的枪支。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梁旭东只能束手就擒。同时，他的专职司机兼保镖李洪刚也被擒获。梁旭东落网以后，即被刑事拘留，市公安局宣布将其清除出公安队伍。3月1日晚上6时30分，市公安局党组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凝重。局长田中林向参加会议的市区各个分局刑警大队的领导通报梁旭东案件有关情况，并下达了命令，收集梁旭东的犯罪证据，落实抓捕梁旭东犯罪团伙成员的任务。3月2日，市公安局又召开了局务会，播放了3月1号晚上搜查梁旭东家收缴枪支、子弹等物品的电视录像，宣布了局党组的决定，全局上下形成共识。梁旭东被刑事拘留了，可他具有相当的反侦查经验，11天中他没有交代任何问题，同时扬言：我上边有人，1-2个月我就能出去。他企图负隅顽抗，他不说，那就叫别人来说。李明轩，也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双阳区建筑公司的施工队队长，提起1994年7月那个恐怖的日子，他和他的工友们至今仍然不寒而栗。那是一个中午，李明轩和工人们正在联合置业滨河小区工地上吃饭，突然4辆汽车闯入了工地，从车上跳下来6、7个身着时髦胶衫的男青年，手中端着钢珠枪、连发猎枪以及战刀、木棒等等东西，直奔他们冲了过来，对着李明轩和工人们乱枪齐发，刀棒齐上。李明轩的儿子见父亲被打，上前劝阻，一名歹徒对准他的胸部就打了一枪。混战过后，工地是一片混乱，共有12人负伤，有的被射中铁砂10几粒，多的100余粒。李明轩左腿被打断，身体多处受伤，为此他先后接受了大小手术17次。湖北民工江占斌的肾、脾被子弹打碎，经过医院抢救，肾脾被摘除，由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返回老家以后，女友同他解除了恋爱关系。李明轩的儿子胸部有多处中弹，肺叶中的枪杀至今仍未取出，受伤人员仅医药费便花去了10多万元。这场血腥的洗劫源自李明轩与某公司的一项工程纠纷。这场血腥的洗劫源自李明轩与某公司的一项工程纠纷。李明轩的施工队承建某公司一栋车库，竣工以后，该公司以种种借口不给所欠工程款，双方产生了矛盾。该公司老板杨某责成手下工作人员徐晓东去处理此事，徐晓东就找到了梁旭东帮忙。梁旭东指使张红岩、孙殿亮、李春和、张涛等人实施了这次学习行动。案发以后，受害人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省市领导多次批示要查清此案，严惩凶手。负责查处此案的某区公安分局却以一般治安案件处理了，使这些凶残的暴徒得以逍遥法外，梁旭东由此名声大振。某台商兴办的大酒店生意好，梁旭东指派手下人齐铁民去这家酒店里找到了经理徐某，称东哥的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要用一块手表来抵押借10万块钱。在齐铁民的恐吓下，徐无奈只好将10万元钱转到了梁旭东所指定的账户上。此后该酒店娱乐城开业，梁旭东又找到了徐某，声称为其看场子要收保护费，
先后3次收取了保护费9万元。已经尝到甜头的梁旭东一伙并不就此罢休，他们还经常去这家酒店里白吃白喝。1996年1年时间，仅梁旭东以及手下于永红、孙殿亮等人便签单97笔，合计人民币16万3900元。钱欠多了，梁旭东也不着急，因为强盗自有强盗的办法。他拿着一幅古画找到了徐某，称这幅古画价值10多万元，送给他顶饭费了。徐某不敢不收。然而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这幅画仅值人民币2000元钱。当侦查员找到了徐老板了解情况的时候，徐老板还心有余悸。听说梁旭东被抓起来以后，这才声泪俱下的道出了心里的恐惧。梁旭东被秘密批捕以后，公安机关面临着艰巨的追捕任务。这个团伙成员数十人，他们既是罪犯，又是团伙犯罪重要的知情人和证人。只有把他们尽快的抓捕归案，梁旭东团伙犯罪才能水落石出。3月1日晚上，抓捕梁旭东以后，田中林就下达了命令，追捕梁旭东团伙成员，全局立即总动员，集中精兵强将赴广东下内蒙。一张张追捕的网撒了出去，一份份捷报传了回来。自3月1日至3月13日，团伙骨干成员于永红、孙殿亮、满树立、陈国军、张红岩、杜德伟、刘威等先后在长春市、松原市、广州市落网。1998年3月15日的下午5点钟左右，一架由广州飞往长春的班机在大房山机场降落了。当杜德伟、张红岩等犯罪分子从飞机上被押解下来的时候，在那里等候已久的田中林、赵红星、马世用等领导同志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们都知道杜张等人的落网意味着什么。杜德伟又名杜荣军，绰号杜老三，梁旭东团伙成员中一个主要的杀手，也是一个主要知情人。专案组把杜德伟作为梁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加大了侦审力度，加强了分化瓦解工作。杜德伟奸诈而又狡猾，可事到如今，他也想争取一个好态度。再加上孙学忠副大队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感化，杜德伟终于坦白交代了。杜德伟说，杀于永庆是梁旭东指使我和王大江干的，129案件突破口终于突开了，梁旭东团伙犯罪的重大证据找到了。原来于永庆作为社会流氓，在长春也有一伙黑势力，一山不能容二虎。梁旭东为了垄断在长春的黑社会霸主地位，多次预谋一定要干掉于永庆。于永庆结婚的第2天，梁旭东便指派了孟凡胜去暗杀，但是未能得逞。随后他又指派了杜德伟、王大江等人出马，也未能找到下手的机会。1月29号的晚上，王大江在香格里拉酒店发现了于永庆，遂向梁旭东报告。梁旭东立即命令杜德伟、王大江把于永庆给干掉。2个人到该团伙的黑窝点吉利亚汽车修配厂取来了枪支。杜持着一把7连发猎枪，王则手持口径，戴上了面具，驾驶已经换上了作废牌照的捷达车，尾随于永庆至了红旗街附近的中湾夜总会。于永庆下车，正欲锁车的时候，杜德伟对准于永庆连扣扳机，于永庆应声倒地。王大江又用口径枪对准其眉心打了2枪。作案以后，梁旭东亲自改装枪支，以防被公安机关检验。他还指令手下将作案时所挂的作废车牌给扔弃了。面对着一桩桩一件件铁的犯罪事实，梁旭东不得不缴械投降。4月1日，经过1个月的缜密侦查，梁旭东被依法逮捕。这期间，吉林省委省政府以及中央政法委、公安部领导对此案给予了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贾春旺
先后对梁旭东案件的侦办做出了指示，批示要求一查到底，除恶务尽。公安部还将此案列为酒吧第1号黑社会案件，并拨专款支持长春市公安局侦办此案。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王云坤等领导同志分别听取了汇报案情，并且做出了重要指示，充分肯定长春市公安局为民除害，要求公安机关一定要办成铁案，不留后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对侦办梁旭东案件的决心和态度，是梁旭东犯罪团伙所始料不及的。梁旭东关押初期扬言我上边有人，1、2个月就出去的梦想很快破灭。自认为无事不能摆平，混迹于北京的梁晓东，也就是梁旭东的哥哥，在外逃前他也哀叹，这件事在吉林摆不了，就是在北京找人也不行了。越查越多的事实表明，梁旭东组织黑社会团伙犯罪的罪证如山。越查越多的事实表明，梁旭东组织黑社会团伙犯罪的罪证如山。这个号称长春黑社会老大的梁旭东，原本是德惠县粮库的工人，因为劣迹斑斑，多次受到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处理。后来在其哥哥梁晓东的多方运作之下，他被调到了长春市工作。来到长春以后，他恶习不改，勾结一些社会流氓，在社会上大打出手。由于他心狠手黑，头脑精明，逐渐在长春市形成了一股势力。1995年10月，梁旭东凭借他哥哥多方沟通得来的领导关照，采用空中飞人的手段，弄到假文凭，以长春生物制品所保卫科长的身份办了聘用干部手续，并通过关系调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公安民警。拥有这一特殊的身份，梁旭东更加肆无忌惮，流氓团伙中的霸主地位也更加的牢固了。梁旭东犯罪团伙有明显的行动宗旨，这就是团结一心向社会弄钱。他们把侵害的矛头瞄准了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异军突起的民营企业，不择手段的敲诈钱财，疯狂无度，残忍至极。1994年，个体基建承包商刘某欠个体户刘宝根生一款5万元，刘宝根找到了梁旭东，谎称刘某欠他15万元，如果梁旭东能把钱给要回来，10万元归自己，另外5万元给梁旭东。经过2个人共同策划以后，梁旭东带领手下孙殿亮、赵辉、李春和等人强行将刘某给绑架，并持枪进行威胁恐吓，逼迫刘某出具了欠人民币58万元的欠据一张。1995年2月，梁旭东逼迫刘某一同前往欠刘某款项的某某公司，在公司门前公然鸣枪威胁，凭借着刘某的58万元欠据，从该公司将58万元人民币转入了自己控制的公司。将钱提出以后，他仅给了刘宝根1万元，给刘某7万元，其余全部据为己有。1995年春节前，张红岩、王立明、侯万祥预谋骗取某公司秦皇岛分公司的钢材。几个人在既无经营场所，又无税务登记，仅有一本工商营业执照和500元资金的情况下，将该公司 109.91 吨钢材骗运到长春，后以每吨2750元卖给了长春市嘉盈汽车贸易公司。该公司的经理李某暂未付款，张红岩便勾结梁旭东、陈斌、孙殿亮等人，在长白山宾馆将李某的弟弟的尼桑吉普车给扣下，令李拿钱赎车。李某只好如数拿出29万元买钢材钱，将车赎回。1996年7月，梁旭东准备在某信用社贷款180万元。他以合伙做生意为由，从新鹏贸易公司骗出了房照做贷款抵押以后，到信用社申请贷款，因为手续不符合规定，遭到信用社信贷科科长的拒绝。
梁旭东为此怀恨在心，指派于永红、王伟，王伟的原名叫做陈永武，伺机将信贷科长腿给打折。然而几天过去了，几个人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梁旭东则十分恼怒，他把手下人召集到了一起开会，向他们通报了近日长春市所发生的几起暴力案件的情况，然后训斥手下：你们看看人家干得多利索，你们连这点事情都干不明白吗？啊！会后他指派了于永红亲自出马。7月30日6点40分，信贷科长陈炼回家，被守候在朱家附近的于永红、李金虎、曹东斌给发现了。曹东斌持事先准备好的铁棒，凶残地将已经年过半百的信贷科长右腿给打断，致使他在病榻上躺了半年多，至今脚踝骨还留有后遗症。信贷科长被打伤不能上班，贷款的障碍被扫除了，180万元贷款批下来了。梁旭东提走160万元，给新鹏公司留下一台子弹头车，顶60万。随后不久，此车又被他的同伙张红岩给卖掉。第2年，新鹏公司还银行本息共损失200万元。1997年，梁旭东派于永红、李洪刚、李伟、扎强等人以手头紧为由找某饭店老板吴某借款8万元。梁旭东团伙通过聚敛不义之财，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总资产多达2000万元以上。梁旭东不但在社会上疯狂施暴，在团伙内部心狠手辣也是令人生畏的。他为团伙成员定制了严格的家法，规定下级有事必须要请示报告，对组织要绝对忠诚，不许中途退出。如果违背家法，轻则剁掉手指，重则打折腿。在执行家法方面，梁旭东确实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梁旭东不但在社会上疯狂施暴，在团伙内部心狠手辣也是令人生畏的。他为团伙成员定制了严格的家法，规定下级有事必须要请示报告，对组织要绝对忠诚，不允许中途退出。如违家法，轻则剁掉手指，重则打折腿。在执行家法方面，梁旭东确实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王伟原名陈永武，原在长春一家洗车店打工。1995年以来，梁旭东经常来这里刷车。接触几次以后，感到王伟孤身一人，无牵无挂，且会来事儿，干活也利索。所以，如果能给自己干，肯定是一把好手。于是对王伟说：“你跟着东哥干吧，亏不了你的。”王伟也觉得梁旭东一表人才，出手大方，很痛快的就答应了。梁旭东安排他到圣罗兰夜总会里去打杂，虽然位次不高，但是在几次打打杀杀中表现突出，因此深得梁旭东的赏识，把他视为了心腹打手。1996年冬天，王伟与夜总会的一个女服务员处对象，为了表示忠心，酒后用刀将自己的右腿给扎了一刀。几天以后被于永红给发现了，问他是怎么回事。王则信口说与别人打架扎的。于这个时候就说：“你敢撒谎，看东哥怎么收拾你。”王伟自知犯了家法，很难逃脱处罚，就自己用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剁掉了一截，并且出逃了一段时间。当其返回以后，于永红、杜德伟等人向梁旭东请示该如何处置。梁旭东指示他们按照家法剁掉手指。在圣罗兰夜总会一间包房里面，满树利用锤子在王伟的惨叫声中将其已经断掉一截的左手小指砸得粉碎。之后于永红、杜德伟等人陪着王伟去医大2院处置，并将执行家法的情况用手机向梁旭东做了汇报。
梁旭东听完之后勃然大怒：“你们诓我玩呢？啊！执行家法不能互动！”说完把手机就给挂断了。于杜两个人赶紧就返回了处置室里，拽起了尚未缝合完毕的王伟，回到了圣罗兰夜总会。在同一包房里面，于杜两个人让王伟跪下，杜按住了王伟的右手，用力地将王的右手无名指贴根给剁掉。王伟当即昏死过去。此时梁旭东正在香格里拉大饭店深水游泳池中劈波斩浪。偌大的游泳区再无其他顾客，2名保镖和1名小姐分别用托盘捧着梁旭东的手枪和手机势力持判，好不威风。于杜2人执行完家法以后，用餐巾包着剁掉的手指头拿给了梁旭东看。梁旭东看了一眼血淋淋的手指头，满意的笑了：“泡在酒里，放在我的桌子上。”然后一个猛子潜出了10几米。以后每次开会，梁旭东都会把泡在酒瓶里的断指摆到桌子上面，以示警戒。梁旭东被捕以后，此断指连同酒瓶被收缴了。当王伟看到这枚断指的时候，禁不住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孙殿亮是梁旭东的德惠同乡，加入梁旭东团伙的时间是比较早的，2个人关系甚密。但梁旭东结识了于永红、杜德伟2个人以后，对孙就渐渐冷落。1997年夏天，梁旭东听说孙殿亮向社会上的人散布东哥现在腰杆硬了，不把咱亮子放在眼里了等等这些话。梁旭东听后便指使杜德伟、赵辉、王伟和刘刚等人对孙实施家法。一天，杜德伟将孙殿亮传至了圣罗兰夜总会，一进屋就说：“你太不懂规矩了，怎么在外面讲究东哥呢？啊！”说完，王伟上前就按倒了孙殿亮，并用双膝夹住了孙的脑袋。杜德伟等人则用事先准备好的镐把轮番猛打孙的大腿，直到将其左腿打折。有意思的是，王伟半年前还是家法的受害者，现在却成了家法的执行者。与王伟、孙殿亮相比，齐铁民违反家法所受的待遇相对而言就好多了。1998年初，由齐铁民所掌管的洗浴中心账目不清，梁旭东怀疑其有贪占行为，便令人将其软禁在一间房子里面，外边派人看守着，将视其交代情况做进一步处理。内心有鬼且深知梁旭东家法的齐铁民，没等到进一步的处罚，就跳楼逃跑了。几天以后，他自觉逃不出梁旭东的手心，便写了一份悔过书烧给梁旭东，请求东哥的宽恕。梁旭东尚未来得及对其实施家法，就被捕获归案了。抓捕梁旭东的时候，这份悔过书还在他的衣服口袋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梁旭东涉嫌组织黑社会犯罪团伙一案作出了判决，本案最终告一段落。然而他留给我们的反思是无尽的，我们不妨在这里做如下假设。假设梁旭东1994年在联合置业滨河小区工地上那场斗殴中能够受到应有的查处，也许就没有了梁旭东在今日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假设梁旭东在1995年在受雇为人讨债，被民警开枪击伤肩部，侥幸逃脱以后，办案部门能够追查到底，也许就没有了梁旭东今日一件件血腥的罪恶。假设梁旭东没有调入公安机关，没有当上警察，也许他还是一个流氓小混混，也不至于演变成黑社会老大。假设毕竟是假设，梁旭东毕竟在多次违法犯罪之后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梁旭东毕竟带着累累的劣迹穿上了警服。用梁旭东自己的话说，我在社会上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3把刀。第1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2把刀，我是黑社会，
谁他妈敢不服我？这3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怎么样？正因为这样，梁旭东才敢甚嚣于尘上，为非作歹，不断扩充着自己的势力，公然与党和政府与公安机关抗衡。然而他太过于高估自己了。梁旭东及其同伙被绳之以法，梁旭东的保护伞也同样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吉林省纪委、长春市纪委经过大量的工作，对涉及梁旭东案件的人和事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严肃处理。经过法律正义的审判，一声枪响结束了梁旭东罪恶的生命。